Hello，歡迎收睇金金貓模型。今集老餅機械人系列同大家分享嘅模型，我相信要有一定嘅年紀先至會識㗎啦。佢就係2007年推出嘅 R3真實機械人系列蒼流星力士拿，又或者叫做雷之納。雖然話係2007年推出，咁但係呢一部機械人動畫播放嘅年份就係1985年，今年啱啱就係40週年啦。可惜 Bandai 近年呢就淨係出咗比較細 size 嘅 SMP 食玩，同埋都係2007年推出嘅雲 Spec 啊。咁仲要係前期同埋後期型都有推出。嗱，我本身咧就冇睇過呢套動畫嘅。咁點解我會對呢個機械人有興趣呢？咁由於最近 Bandai 事隔17年後公佈會喺今年9月發售同系列嘅翼霸。我記得有朋友都曾經提及過 R3系列喺分件、骨架各方面都做得好出色嘅，可惜就係 Bandai 推出完兩款力士拿、重戰機 Mark II 同埋戰鬥裝甲加利亞之後呢，都已經超過10年冇再推出新嘅機械人啦。咁啊，正當各位師兄都覺得呢個系列已經壽終正寢之時呢， Bandai 突然又推出一款新嘅 R3聖戰士。咁我相信認識翼霸嘅朋友呢，都應該超過50歲嘅。咁究竟有冇師兄會買呢？嗱，偏偏 Bandai 而家係缺貨㗎嚇。咁我接觸完呢款力士拿之後呢，都覺得拼裝部當年係放咗好多心思去研發呢個系列嘅。咁一陣間嘅組裝過程同埋老花大考驗，希望各位師兄會感受得到啦。嗱，咁我預今集呢就唔會話有太多朋友有興趣睇嘅，因為始終係冷門嘢啦，1000 view 啊當然啦嚇。咁啊，記得俾 like 同埋留言啦。呢盒 R3 我係喺拍賣網以240蚊買嘅。咁嗰位師兄透露佢呢係收藏咗10幾年㗎啦。咁啊，算唔算係山積呢？呢個系列有好多朋友都叫佢做 MG 版真實機械人模型。咁同我之前製作嘅1:20裝甲騎兵屬於同一個級別。咁由於 Bandai 都非常少再版呢個 R3系列啦，咁我都作一個簡單嘅力士拿開箱啦。板件真係非常之多啊，總數係有15塊。呢啲單色人仔喺現今推出嘅模型已經係銷聲匿跡㗎啦。呢一位駕駛員今次我係會手油上色嘅。保色貼紙就有眼睛，我建議一定要用啊。咁一陣間嘅頭部組裝過程，各位就會知道原因㗎啦。咁用喺頭罩邊嘅藍色，我都會選擇用晒佢嘅。呢張就係一啲細節上嘅貼紙啦，不過好似就發咗黃。有提供水貼嘅。咁最重要嘅兩張就係駕駛室嘅電子版啦。嗱，不過最後我係用唔到㗎吓，咁大家繼續收睇落去就知道點解啦。老朋友 PC 膠喺近年推出嘅新款模型 Bandai 已經係唔生產㗎啦，咁取而代之就係一啲可以組合嘅關節件。咁剛才提及嘅翼霸呢，我睇啲相就好似唔見仍然有用嘅，亦都好簡單俾大家睇睇部分嘅板件啦。白色都有兩款，咁最估唔到呢係有製作隱藏式水口嘅。提一提大家，呢款模型係喺2007年出現嘅。咁有冇師兄知道 Bandai 運用呢一款技術嘅第一盒模型係邊一個呢？我檢查過其他板件㗎啦，咁接近80%嘅分件都有製作隱藏式水口嘅，甚至連骨架都有製作。嗱，有一句説話，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就係 Bandai 製作非高達系列嘅模型係特別有心思嘅。可惜就係好多朋友唔識得去欣賞呢啲冷門機械人玩具啊！呢盒力士拿分件分析都做得好好嘅，咁但係有啲分件都要自己保色啊，例如一啲喉管嘅分件啦。咁我會拍攝手遊嘅，希望大家會感受得到 R3製作組嘅心思啦。呢一本說明書可以用精美嚟形容嘅，有動畫嘅部分場面同埋主角機嘅機設介紹。而家嘅模型說明書多數都係黑白㗎啦。近年推出嘅 HG 系列，我印象中除咗近年推出嘅 Steel Freedom 呢，咁有駕駛員介紹一下之外，咁呢啲彩色頁面完全係冇㗎啦。呢位就係力士拿嘅駕駛員艾吉啊！嗱，咁佢有兩個版本嘅，咁我用以下嘅前後 opening 對比，大家就會明㗎啦。前期主角嘅外形呢，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用孱弱嚟形容呢？
咁好多畫面感覺上有啲似喺度播放幻燈片嘅。嗱，咁去到後期製作組可能想救翻呢套動畫啦。咁當時最熱門就係北斗之拳同埋龍珠二式啊。咁畫風瞬間就變咗做格鬥動畫啦。咁救唔救得到呢套機械人動畫呢？我就答唔到大家，因為我係冇收睇過完整一集嘅。認識呢套動畫嘅途徑就係細個嗰陣玩 PS1 嘅真機械人大戰，每次讀取戰鬥畫面時間超過1分鐘嗰隻遊戲啊！嗱，我上網查過啦，咁呢套動畫喺香港各大電視台係冇播過嘅，咁所以識得力士拿嘅朋友真係唔知道可以喺邊個途徑收睇啦，可能係錄影帶。講咗咁耐，俾大家睇睇力士拿嘅骨架啦。有啲地方，例如身體嘅骨架，我有滲一啲線嘅。嗱，呢一個步驟唔一定要做嘅，咁因為上咗外甲，其實係睇唔到噶啦。手臂同腳部有啲地方要裝上外甲，先至可以同骨架連接嘅。腳部骨架雖然係一大塊正方形，咁但係都有喉管嘅設計。我指住嘅腳背呢兩件灰色零件紋理係唔同嘅，非常有心思。呢一款骨架組裝嗰陣好有砌 MG 高達模型嘅感覺，雖然組件未至於同 MG 版一樣咁多啊，但係你唔會覺得 Bandai 係求求其其就推出俾玩家嘅。組裝方面亦都唔困難，分件分析都差唔多係做足噶啦。只要你有玩開高達模型嘅朋友，呢一款 R3 系列嘅組裝絕對係難唔到各位嘅。咁亦都非常啱初次接觸模型嘅朋友去感受一下 R3 嘅魅力。其實今集呢，我就有拍攝成個組裝過程嘅，不過就真係諗唔到要講啲乜嘢啦。咁另外由於呢款模型比較冷門啦，咁亦都唔係話好似1:20裝甲騎兵咁受追捧啊，所以今集重點係分享呢盒模型嘅細節製作過程。咁啱啱砌好嘅身體係有24件分件，背包有39件，腰部有16件分件，雙手合共有72件分件。槍就有13件分件，咁而腳部嘅分件係橫跨10塊板件㗎喇，總數係有104件。今次嘅製作重點就係手由腳部裝甲嘅喉管，呢一塊係乜嘢工序都未做嘅狀態。我右手揸住嘅就係滲咗線嘅。嗱，今次咧唔可以拗頸啦，一定要用大頭針去加深黑線先至滲得到。當然可以用黑線針啦。嗱，咁呢一個工序咧唔一定要做嘅，如果覺得煩可以無視佢。不過呢盒模型，我覺得佢嘅細節真係製作得好出色嘅，所以我都願意花一啲時間去製作。跟住就可以慢慢去滲線啦。嗱，可能有朋友選擇咧係用灰色嘅，不過呢個顏色嘅選擇咧冇規定㗎嚇。跟照自己嘅喜好咧去做就可以啦，因為作品係自己，唔使去同人比較嘅。人哋做得好，咪行過去欣賞下咯，唔等於自己係要完全跟嘅。咁無謂將玩都變埋自己嘅壓力啊嘛。滲好晒線就一定要清潔噶啦。咁但係棉花棒都掂唔到嗰啲位呢，係要點樣做呢？咁用牙籤慢慢刮咯。嗱，我真係諗唔到有啲乜嘢方法啦。如果有師兄覺得我做得唔啱嘅，咁啊當反面教材都可以噶。咁啊清潔完就係呢個樣噶啦。接住落嚟就會手油喉管。咁我預先已經將其中一邊嘅分件製作好噶啦，呢兩件就係成品。今次係會揀 AV 油嘅銀色同埋銅色，以呢一件藍色裝甲嚟手油俾大家睇。咁因為藍色對金屬色嘅效果呢係非常明顯嘅，咁啊唔使再加一層黑底噶啦。由於我要將鏡頭正面咧對住我雙手啊，
所以有陣時會遮咗上色嘅過程。咁喺呢度要講一聲唔好意思啊嚇。另外，本人有老花眼啦，咁我要近距離去作一個手遊嘅工序，或者會影響到畫面嘅觀感啊。大家見到我都係一筆一筆油上去噶啦，除非係唔小心有漏咗，再加翻啲嘅啫。嗱，我建議要揀啱嘅筆咧去上色嘅。最初油另一邊咧，我係用咗平頭筆，但係發現係非常難推色嘅，有陣時仲會掂到啲唔應該要上色嘅部分，咁對於後製係非常困難。所以我之後嘅零件係會用呢一款圓頭去上色啊，咁令到成件事更加得心應手啊。銀色我係油咗2層，接住落嚟就上銅色啦，方法都係一樣。咁其實手遊嘅工序，我覺得係可以培養一個人嘅集中同埋耐性。另外規劃亦都係其中之一。可惜近代嘅小朋友都唔會接觸模型咯。咁玩模型嘅好處分享，只可以隨緣。上完色嘅效果就係咁嘅樣噶啦。咁啊，總好過一件單色件啦。之後就將佢哋裝翻落隻腳啦。咁啊，順手俾大家睇一睇腳部嘅部分組裝過程啦。分件都做得好足。噴射口唔使自己油，咁我覺得已經係非常好噶啦。上色嘅步驟再重申一次，唔一定係要做噶嚇。如果要見到啱啱手遊完成嘅2件零件打開狀態，就只有 VMAX。插喺腳背嘅呢件白色組件呢，都係一件武器嚟嘅。成盒模型我用咗大約2日嚟完成嘅，咁用得最多時間就係上色啦。咁啱啱嘅腳部組裝都唔係話最難上色嘅地方，大家繼續收睇落去就會知道。將2色高達 version 卡拎出嚟對比一下高度，原來力士拿1:48嘅比例同2色高達比較就變成一樣高啦，接近20 cm 高。咁由於始終係接近20年前嘅模型啦，咁骨架嘅設計就唔會有一啲拉出式關節嘅。不過對於一個出現喺80年代嘅機械人嚟講，我覺得反而係更加合適嘅。有陣時你加咗一啲新嘢呢，咁對一個舊式機械人嚟講，反而破壞咗觀感。呢盒模型都有缺點，手掌用咗 version 卡嗰款獨立手指，咁由於手掌心嘅裝位比較淺啊。咁好多時候咧，都係上唔實件武器嘅。成個模型各部分嘅連接位非常實淨，從來咧係未出現過跌件嘅情況。另一個老花眼大標誌嘅部分就係駕駛室啦。咁啊，打開俾大家睇睇。最後我連電子版咧都要手油，咁原因係點解呢？各位見唔見到啊？呢張 Bandai 嘅水貼，我用牙籤一推，邊緣就碎晒，咁另一邊直頭係冇埋添。嗱，咁我唔想呢，就咁樣砌個駕駛室就算啦。咁今次我會挑戰自己嘅眼力同埋手力。首先俾大家睇睇頭部嘅23件分件，座椅就有2款。咁我會是但咧為其中一件上色嘅，咁啊專登為咗今集走去買一支紅皮色咧去試啊，價錢就係19蚊。今次可以選擇用平頭筆去上色啦，咁都係一下一下油上去啦。咁我最後就油咗2層啊嚇。位於耳仔兩邊嘅零件。呢啲凹落去嘅位係需要油黑色嘅，咁好簡單就搞掂啦。呢幾件就係最困難嘅地方，包括人仔、眼睛，我選擇用貼紙，而2塊電子板上嘅細節係非常細嘅。咁俾大家睇一睇近鏡啦。唉，Bandai 點解要難為我呢？咁我又要專登買一支極細嘅模型筆咧嚟油電子版啦。嗱，不過拍完之後，我覺得各位師兄係未必睇得到嘅。咁因為實在太細啦，咁我決定用呢一塊電子版去示範。首先就上金色，咁有陣時我都係慢慢點落去咧，先至上得到嘅。
手盡量要穩定，不過都係有機會游出界嘅。最後就上紅色啦。咁我係點咗2層嘅嚇，咁效果我自己滿意就算啦。呢啲工藝有陣時都要識得去收手嘅，冇完美嘅。人仔我就先游咗皮靴嘅部分。嗱，有一個頻道呢，就曾經介紹過點樣用一啲工具令到皮靴可以更加有質感，就係 Toys Core Hobby 啦。嗱，呢段裝甲騎兵嘅影片，有興趣嘅朋友不妨可以睇睇，非常有教學嘅性質。咁但係今次我冇運用佢介紹嘅技術啊，因為我已經好攰啦。之後就上白色。嗱，我相信有手游開嘅朋友都知道，白色係比較難上嘅，起碼要游5層零件嘅底色先至可以開始被遮蓋。背脊我專登唔游嘅，咁因為真係睇唔到，咁啊以免刮漆啦。最後上埋膊頭嘅紅色。將呢幾件零件上色，足足用咗我1日嘅時間。雖然辛苦，不過都滿足嘅。咁亦都係我首次手遊人仔啊嚇！呢張座椅，相信而家嘅 MG 高達模型都冇做到咁仔細咯。電路板亦都一樣，可惜就係水貼爛咗，咁啊用唔到俾各位睇啦。咁點解眼部要用貼紙而唔係手油呢？咁因為呢件透明件喺套入去白色件嘅過程中，好大機會係會刮漆嘅，所以呢個就係我揀貼紙嘅原因啦。再將其他頭部嘅分件組合，就正式完成呢一次嘅模型組裝。咁唔知道大家對於今集嘅手遊步驟又有啲乜嘢睇法呢？力士拿有一個狀態一定要俾大家睇，就係 VMAX 啦。將腳部同埋手部嘅零件打開就係啦。咁我估各位而家會明白點解我要手遊啦。有啲似 version 卡嘅裂甲效果啊！今集嘅內容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唔會話換到大家啦。咁因為始終係比較冷門嘅主題。R3系列真係非常值得中意砌模型以及中意舊時代日式機械人嘅朋友去體驗。分件分析細節上有好多地方都係好有心思去製作俾玩家，可惜喺市面呢就唔常見，並唔係容易買得到嘅。咁希望今集會送到俾中意 R3系列同埋一啲中意力士拿嘅朋友收睇啦。嗱，咁我亦都希望 Bandai 會繼續推出 R3系列啦。9月推出嘅聖戰士翼霸，我估計應該唔會只係推出一款，咁之後又再次停止推出啩。咁如果中意呢段影片，咁啊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啦。